呢度係波蘭嘅首都華沙。因為前一年我喺柏林滯留咗2日啦，所以航空公司咧就賠咗1000蚊機票 credit 俾我，咁所以我今次咧就有張免費機票嚟歐洲玩啦。今次我喺華沙其實就只係轉機嘅啫，咁但係因為10年前我嚟波蘭玩嗰陣時咧就勁中意呢度嗰個波蘭白羅餸湯 White Borscht Soup 咯，咁所以今次嚟到華沙機場咧喺呢個短短嘅轉機時間裏邊，我就嗱臨揾間餐廳飲咗碗湯先係繼續上路。咁我呢一個行程嘅第一站係去邊度呢？就係一個可能大家從來都未曾聽過，但係又係喺歐洲嘅國家 Moldova 摩爾多瓦。呢一個就係歐洲最窮嘅國家嗰個機場嘅廁所啦。請大家欣賞下，同埋比較一下我哋紐約3大機場嗰啲廁所。好啦，我呢個黐線佬今個旅程嘅第一站去到邊度呢？就係呢個叫做黐線佬嘅地方。講下笑啫，呢個地方就唔係讀黐線佬嘅，英文就唔係讀黐線佬嘅，係讀Chisinau。佢呢度咧就係摩爾多瓦嘅首都。中文有個中文名嘅，中文名叫做基希納烏。基希納烏有個正式嘅中文名嘅，咁但係照讀咗，我初頭都係以為讀黐線佬嘅。咁Chisinau呢度咧就係摩爾多瓦嘅首都啦。咁我相信呢度就係應該係全歐洲最冇人識嘅一個首都啦。即係唔好講話呢個首都冇人識，甚至乎呢個國家摩爾多瓦 Moldova 都冇乜人識嘅。因為我問10個人咧，其實有7-8個咧都冇聽過呢個摩爾多瓦或者呢個Moldova 究竟係邊度嚟嘅。呢一架咧就係我未來2日會揸嘅車啦。好問陣啊！去咁多次旅行咧，終於第一次咧唔見咗2件行李咯。即係寄艙嘅行李啦。咁而家咧就 register 咗啦。咁我睇個 AirTag 咧就，我依家人就在呢個Chisinau， 我2件行李都仲喺度。咁turn right。依家冇行李，咁其實都冇乜大礙嘅。咁最多就今晚或者買1-2件底衫褲今晚着。但係個行程就可能要改啲啦，因為我本來諗住聽晚係去第2個城市度嘅。咁如果我聽晚要攞翻嘅行李嘅話，咁可能我就要改一個行程啦。摩爾多瓦共和國，簡稱摩爾多瓦 Moldova， 係一個位於東歐嘅內陸國家。佢嘅西邊係羅馬尼亞，而東北以及南邊3邊咧都係同烏克蘭接壤。由於而家俄烏戰爭仍然打緊，國際航班唔可以飛越烏克蘭領空，咁所以我由華沙飛嚟 Chisinau 嗰班機咧要兜個彎先就可以嚟到嘅。摩爾多瓦位於東歐以及巴爾幹嘅交界，長期以嚟咧受到外來勢力嘅影響，文化融合咗羅馬尼亞以及斯拉夫嘅傳統。而家摩爾多瓦大部分嘅領土咧，都曾經屬於中世紀嘅摩爾特維亞公國 Moldavia。佢喺14世紀建立，而到咗16世紀咧就變成咗奧圖曼帝國嘅附庸國。18世紀之後，隨住奧圖曼帝國嘅衰落以及俄羅斯帝國嘅崛起， Moldavia 雖然名義上仍然係奧圖曼帝國嘅附庸國，但係實質上咧就已經逐漸受到俄羅斯嘅影響。到咗1859年。Moldavia 以及 Wallachia 阿拉幾亞合併，成為羅馬尼亞聯合公國，亦都即係今日羅馬尼亞嘅前身。1940年二戰期間，蘇聯又再接管呢個地方，成立摩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。到咗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咧，摩爾多瓦就正式獨立。但係獨立咗之後，佢嘅政局仍然動盪。1992年爆發咗內戰。部分地區到今日為止仍然係脫離咗中央政府嘅掌控，並且由俄羅斯軍隊駐紮。摩爾多瓦係議會共和國，國內嘅政治長期喺親歐以及親俄兩派之間分裂。佢嘅憲法保障咗宗教自由，並且規定政教分離，但係國內約90%嘅居民咧係東正教徒。摩爾多瓦積極融入國際社會，並且喺2022年因為俄烏戰爭同烏克蘭一齊獲得歐盟候選國嘅資格，但係因為經濟落後以及內部嘅分歧咧，人民嘅前景仍然都唔係好明朗。摩爾多瓦係一個典型嘅農業國家，尤其以葡萄酒業聞名。但係由於佢嘅工業基礎薄弱，並且高度依賴能源進口，
佢嘅經濟長期居於歐洲最尾嘅位置。2020年佢嘅人均 GDP 大概只係得$4000，大概相當於亞洲印尼嘅水平。佢嘅人口大概有350萬，但係因為貧困、就業不足以及政治腐敗，令到大量嘅年青人移民到去歐洲其他嘅國家。總體而言，摩爾多瓦係一個好細但係又多變嘅國家，歷史上不斷喺大國勢力之間被瓜分以及左右。今日嘅摩爾多瓦正在努力喺親歐以及親俄之間尋求平衡，期望透過改革以及歐洲一體化邁向穩定，但係仍然面臨經濟以及政治上面嘅重大挑戰。我而家咧就行咗出嚟Chisinau 嘅市中心嘅呢個 Cathedral Park 呢度行下先嘅。咁我今日咧就係出嚟逛下先啦，啱啱到咗呢度，咁所以我個酒店就喺附近嚟，咁所以我就出嚟逛下，就順便睇下買唔買到套底衫褲，今晚可以換下啦。咁我今晚就淨係出嚟逛下，食個晚餐，咁跟住咧就應該會早啲翻去瞓啦。咁聽日咧我原本個 plan 咧就係去幾個修道院啦，咁跟住去北邊嘅另一個城市嘅。咁但係因為依家個行李嘅問題啦，我依家仲喺度研究緊，我聽日應該點做，同埋聽晚喺邊度瞓。幾得意，喺個路中間嗰度有個咁嘅地圖，同埋有個 QR code。